大家好 ，LK99 过节期间啊，没有啥有意思的新闻啊，除了这个老金同志被人偷赢了啊，把 APS 的这个论文摘要让人给撤了。APS 这个也太不严肃了，是吧？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上知乎看默默的更新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啊，春节后啊第一篇正式发表的 LK99 相关的论文，而且呢是偏导的。发表在 APL 上啊，所以韩国这个导派论坛网友是欢欣鼓舞啊。从这篇论文来看呢，确实是偏导的啊。当然这个时间也比较微妙啊，因为再过2周啊就是美国物理协会年会，那这个节骨眼上呢发了2篇 LK99 相关的论文，嘿，你没听错，2篇。那第一个呀是使用氨的溶液啊，去除硫化亚铜的那个论文，就这个，一个是兰州大学的啊，论文题目是1/4占据的氧原子在 LK99 晶体中诱导出超频带和异位通道。那这个论文的预印版啊，实际上我们在8月份有过介绍啊，当时 LK99 是热度最高的时候。论文的作者呀是包括叫陶坤啊、陈荣、杨磊啊、这个高进、薛德生和贾成龙啊，他们来自这个兰州大学的磁学和磁学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兰州大学物理中心和甘肃省理论物理重点实验室。那这项工作呀，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11项目的支持，并在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进行。那这项工作呀，使用了天河新一代超算啊。那这个团队啊，就通过第一性原理的计算，研究了这个铅磷灰石啊，它的掺杂和未掺杂铜情况下的这个几何和电子结构啊。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没有掺杂铜的时候呢，铅磷灰石啊表现为带有平带的绝缘体，而一旦引入了这个氧1的空位，那这些平带啊在未掺杂的晶体中消失。那掺杂铜后呢，就形成了 LK99， 出现了穿越费米能级的这个超平带。这个归因于铜原子的 D 态与完全占据1/4的这个氧原子的 P 态之间的杂化。此外啊，他们指出啊，杂化可能是实现 LK99 晶体室温超导性的关键，并提出了改善晶体质量的可能方法。这个论文啊，其实修改了至少4次啊。我们看一下这4个版本，看到了吧？在 arXiv 上有4个版本。其实论文能不能发呀，也要看论文投递后你修改的次数。如果一点戏也没有，估计只有1个版本，当然也不绝对啊。很多大牛那发论文是吧，让他改个字都很难的。我们看兰州大学的版本1的这个题目啊，是叫铜诱导的室温超导体 LK99 中啊，这个超频带啊，它侧重于呢通过第一性原理啊计算来探讨没有铜掺杂和有铜掺杂的这个室温超导体铅磷灰石的几何和电子结构。发现啊无铜掺杂的时候啊，铅磷灰石晶体是绝缘体，而铜掺杂后呢就形成了 LK99， 引入了穿越费米带能级的这个超频带，这个就归因于铜原子的 D 态和氧1原子的 P 态之间的杂化。这个论文啊，为未来研究 LK99 的晶体独特的电子和超导性质奠定了基础。那我们再看版本3啊，版本2我就跳过去了。版本3进一步探讨了铅磷灰石的几何和电子结构，深入研究了使用密度泛函理论 DFT 和这个 VISP 进行的计算方法，探讨了晶体结构，优化了晶格常数，并讨论了氧1空位在确定未掺杂铅磷灰石电子结构的重要性，对于铜掺杂的变体啊，探索了铜和氧原子贡献的超频带，并建议在氧气氛中退火，以提高超导性质。那版本4就是发表的这个叫题目也变了
标题叫1/4占据的氧原子诱导的超平态以及 LK99 晶体中的一维通道。在前2个版本基础上啊，重点讨论了完全占据的氧1原子啊，就是在文献中仅占1/4的，在诱导对于超导性至关重要的平坦能带中的作用。论文提出了在氧气的气氛中退火以改善超导性质的方法，并且讨论了实现超导性的一维通道和铜与氧原子在特定配置的重要性。那这个版本就进一步探讨了磁学的性质，并提出了一个新模型来描述 LK99 氧4的这个物理特性，并强调了氧1原子和铜掺杂在材料超导性中的关键作用。那版本4的这个论文我们看一下正文其实也是例行介绍一下超导发展所有论文的开头。他说高温超导体由于它独特的零电阻和完美抗磁性的特性，对于能源效率的提高未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是凝聚态物理的圣杯。超导性研究的里程碑包括1911年昂纳斯的发现，以及巴丁、库珀和施里夫的 BCS 理论，以及贝德诺兹和穆勒发现的高温超导体。最近呢，还有埃雷梅茨及其同时发现的氢化物超导体。随后出现了包括2008年的铁基超导体和李等人发现的镍基超导性在内的几个新类别。此外还发现了费米能级附近具有平带的双层扭曲的石墨烯，这是超导性的一个信号。强关联带是许多高温超导家族的共同特征，将产生库珀对形成非常的这种非常规机制。那寻找室温超导体一直是凝聚态物理学家的终极梦想。然而实现室温下的这个高临界温度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尽管近期声称在接近常压下的氮掺杂卤氢化物中实现了超导性，但这一说法仍然是持续争议的主题。然而最近李等人宣称他们在常压下成功的合成了这种室温超导体就是铅10 X 铜 X 磷酸6氧，其中呢这个 X 呢是 0.9 到1。这个声明在物理学界和其他领域就引起了轰动。这个声明之后许多独立的团队试图复制 LK99 及其声称的超导性，并产生了各种结果。几个实验组确认在常压下 LK99 在100K 以下没有电阻，尽管他们没有观察到麦斯纳效应。其他人检测到了明显的抗磁性，但没有进行电阻率的测量。相反几项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超导性或者抗磁性的迹象，将 LK99 的行为识别为半导体、绝缘体和顺磁性。几项理论的分析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本文呢研究了铅磷灰石在铜掺杂前后的几何和电子结构。通过对几何和电子结构的仔细分析，我们强调 LK99 它的超导性质它的质量完全占据的这个1/4的氧原子的 P 态来决定的。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方法来提高 LK99 的质量。这个论文提到在氧气的氛围里边退火的工艺，它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显著的减少氧空位，从而改善超导材料的质量。氧空位是晶体结构中缺失的这个氧原子，其实就是这些空位可以影响材料的这个电子结构和超导性质通过在氧气的氛围中退火，可以向材料中补充缺失的氧原子，减少氧空位，从而呢有助于恢复和优化超导相的这种形成和稳定性。这种处理过程呢可以改善材料的电子均匀性，提高超导转变温度，或者增强它的超导性质。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结构。这个千灵灰石的结构啊，具有 P63M 的对称性啊和六角晶格。那我们考虑了从 X 射线衍射和纯千灵灰石的晶体学开放数据库中报道的结构作为母化合物，就是图上这个。在千灵灰石中啊，存在2种对称不等价的铅原子，命名为铅1和铅2。铅1原子啊，形成了一个六边形。而铅2原子呢，形成2个相对的三角形。那么铅1原子啊，仅占1/4啊，氧1原子仅占1/4，它不是6个磷酸根四面体的一部分。这些四面体啊，用蓝色圈出。在图1 A、B 所示啊，其中啊，氧2原子形成6个磷酸四面体。我们应该指出啊，这2种氧原子呢，它是不等价的。对于我们的计算啊，我们使用了文献中仅占1/4的完全占据的氧1原子，其中3个氧1被移除，以保持化学剂量为铅10磷酸6氧。这就是我们的千灵灰石公式与报道文献中的化学剂量公式不同的原因。这里啊，我们想强调完全占据氧1原子的重要性，这在文献中仅占1/4啊，如后边讨论的，这可能是实现室温超导的一个关键参数啊。晶格参数啊，采用 VASP 代码优化，允许离子位置包体积和包形状发生变化。优化后的晶格常数 A 等于 B 等于 10.165i 和 C 等于 7.367i 与实验值 A 等于 B 等于 9.865i 和 C 等于 7.431i 一致。预测的较大晶格常数可能是由于使用的 PBV 泛函数估计所致。所以这个结论啊，就是我们在第一性的原理中揭示了千灵灰石在掺杂和不掺杂铜的情况下几何和电子结构。在不掺杂铜的时候啊，千灵灰石表现为绝缘体，费米能级附近存在平带。那引入了氧1空位后啊，这些平带消失，我们确认啊，1/4占据的氧1原子的完全占据 P 态在确定 LK99 超导性质质量中的关键作用。铜掺杂创建了2个异微通道，可能有助于实现室温超导性。然而啊，实验中未观察到超导性，可能是由于啊 LK99 氧1晶体中4个氧1原子中有3个缺失。我们提出了氧气氛围中退火可能是提高超导性质质量的潜在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完全理解铜掺杂千灵灰石作为室温超导体的潜力。好的，这就是论文的内容。说实话，这个好在这里边计算并不太多，怎么样？还是偏导的是吧？他们这个兰州大学论文啊，他就计算里边就认为是导的，指出了可能的导的方向，但是没有做实验。那到底导不导呢？我们还需要后续的呀实验以及其他的这个同行啊来评议来评论。我估计咱们国内几位这个 LK99 导派的这几位大神啊，很快会在知乎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它毕竟是发表在 APL 上的论文啊，这个同行评议已经通过了。我们当然希望啊，这个进导、超导，越早越好。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论文解读，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